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身影如同鬼魅般出现在陈平身前。那是个穿着粗布麻衣的中年男子，身材普通，相貌平平，就像个随处可见的铁匠。但他出手却快如闪电，对着猛兽的脑袋，简简单单的一拳砸出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，也没有绚丽的光华。那拳头上甚至连灵力波动都很微弱，但那凶猛无比的三头狮，在这一拳之下，却像是被一座大山撞上，发出一声凄厉的哀嚎，庞大的身躯硬生生停了下来，踉跄着后退了几步，眼中充满了恐惧。锦衣男子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一个趔趄，差点从兽背上摔下来。他稳住身形，看着中年男子，满脸怒气地吼道：“你他妈是谁？敢管小爷的事？知道我是谁吗？”中年男子淡淡瞥了他一眼，语气平静：“剑圣城有剑圣城的规矩，在这里不管你是谁，都得守规矩，仗着家族势力横行霸道，没人会惯着你。”说完，他看都没再看锦衣男子一眼，转身就走，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锦衣男子看着中年男子的背影，又看了看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他冷哼一声，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笑容，对着身边的随从道：“一群土包子，懂个屁！”他拍了拍三头狮的脑袋，骑着猛兽，趾高气扬地朝着城内走去。经过陈平身边时，他特意停下，上下打量了陈平几眼。看到陈平只是个散仙境修士，锦衣男子顿时有些意外，直接从那猛兽下来，随手一挥，那猛兽消失。“你一个散仙境怎么能到这里？”锦衣男子有些好奇地问道。“有规定，散仙境不能来这里吗？”陈平毫不示弱地问道。锦衣男子一愣，随即笑了起来，有种你小子境界不高，胆子不小，刚刚为什么不躲呢？害怕，腿软，迈不动。陈平道。锦衣男子愣了愣，随即哈哈哈大笑道：“还真是有意思的家伙，你是刚来剑圣城吧？我叫赵天一，以后当我小弟，跟我混吧。知道我这名字的来历吗？天一，天一，在这天界，老子第一。你在吹牛逼。”陈平淡淡的说道。“你不信？”赵天一问道。陈平摇了摇头，不信，除非你能拿出本事让我相信。我总不能认一个吹牛逼的人做大哥。我赵天一的名字谁人不知，你这家伙不信？我这里有100万仙石，你拿去用，不够了跟大哥说。赵天一直接掏出一个储物袋，里面有100万仙石。陈平看了一眼，发现这家伙还真没有吹牛逼，真有100万仙石，随随便便就给人100万仙石，这个家伙不是傻逼，那就是纯纯的二代哥。大哥，陈平把储物袋收了起来。一个大哥换取100万仙石，不亏。哈哈哈，在这剑圣城，谁敢欺负你，你就说我的名字，指定好使。赵天一说完，转身进入剑圣城中。陈平，这家伙是不是傻逼？胡麻子看着那赵天一的背影，忍不住说道：“随随便便就认小弟，还给100万仙石，这是疯了吧？是不是傻逼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一次我们没白来。”陈平嘴角微微一扬，然后跟着胡麻子走进了剑圣城。走进城之后，陈平回头看了一眼城门上的一男一女，两个人还是一动不动。双方的剑意已经迸发到了极致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必定两败俱伤。只见陈平眼中一道金光闪过，一道无形剑意瞬间而出。城门上的那一男一女突然身体一震，紧接着两人全都露出惊骇之色，目光齐齐地朝着陈平看来。不过陈平却跟着胡麻子向前走去，只看到了陈平的背影。陈平和胡麻子随着人流走进剑圣城，城内的景象比城外更加震撼。宽阔的街道由青黑色的岩石铺就，两侧是鳞次栉比的建筑，大多挂着与剑相关的招牌，诸如翠剑坊、剑经阁之类。往来行人中十有八九腰间或背上都配着剑，
即便穿着寻常衣物，身上也透着一股凌厉的锋锐之气。乖乖，这地方可真够味儿，走在路上都觉得浑身发紧。胡麻子缩了缩脖子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符咒带，跟周围的剑修比起来，他这一身行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陈平目光扫过四周，沉声道：“先找个地方落脚，再慢慢打探消息。”两人在街上走了约莫1炷香的功夫，最终选定了一家名为迎客楼的客栈。这客栈规模不小，门口挂着2柄交叉的巨剑模型，透着一股豪迈之气。刚走进客栈，一名店小二就热情地迎了上来：“2位客官里面请，打尖还是住店？”“住店，要2间上房。”陈平说道。“好嘞。”店小二麻利地登记好信息，领着2人上了2楼。房间干净整洁，窗户正对着街道，能清晰地看到外面的景象。安顿下来后，胡麻子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灌了一大口茶水。“陈平，你说这剑圣城这么多剑修，会不会有恶道店的人啊？”“不好说。”陈平走到窗边，望着街上熙攘攘的人群，恶道店行事隐秘。既然这里是剑修圣地，他们即便有分店，也未必会大张旗鼓。我们得小心行事，先找个本地人问问情况。就在这时，陈平眉头微不可察地皱了一下，他感觉到一股若有若无的气息一直在暗中跟着他们，从进城开始就没断过。“怎么了？”胡麻子察觉到陈平的异样，问道。“我们被人盯上了。”陈平低声道，“从城门那边就跟着了。”胡麻子顿时紧张起来，是那个锦衣男子赵天一，还是恶道店的人？都不是。陈平摇了摇头，是个女修，气息很熟悉，应该是城门上那个白衣女子。胡麻子愣了一下，她跟着我们干嘛？难道是因为你刚才坏了她的剑意比拼？有可能。陈平眼神闪烁，他的剑意很精纯，实力不弱。我们先别打草惊蛇，看看他想干什么。2人在房间里待了约莫半个时辰，陈平起身道：“走，出去转转，顺便找找有没有打探消息的地方。”胡麻子点点头，跟着陈平走出了客栈。刚拐过一个街角，一道白衣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拦住了去路。正是城门上那个与男修比拼剑意的女修。此刻她脸上没有了之前的空灵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审视的目光，紧紧盯着陈平。“阁下是谁？为何要干扰我与神剑山庄秦风的剑意比拼？”女修开门见山，声音清冷，带着一丝质问的意味。陈平看着眼前的女修，她身材高挑，面容绝美，一身白衣纤尘不染，手中长剑散发着淡淡的寒光。“只是路过，无意之举。”陈平平静地说道。“无意之举？”女修显然不信，“你的剑意虽然隐晦，但我能感觉到其中蕴含着一种很特别的韵味，绝非偶然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何会有如此精纯的剑意？”“我叫陈平，至于剑意，不过是瞎练罢了。”陈平不卑不亢地回应。女修上下打量了陈平一番，见他只有散仙境的修为，眼中闪过一丝疑惑：“散仙境能有如此剑意？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”话音未落，女修突然动了，手中长剑化作一道白虹，带着凌厉的剑气朝着陈平刺来。这一剑来得又快又急，带着一股沛然墨玉的气势，仿佛要将陈平洞穿。胡麻子脸色大变，惊呼道：“小心！”陈平眼神一凝，不敢大意，体内灵力瞬间运转，斩龙剑出现在手中，迎着女修的长剑格挡而去。当2柄剑碰撞在一起，发出一声清脆的金铁交鸣之声，强大的气浪向四周扩散开来，震得旁边的店铺招牌都嗡嗡作响。陈平只觉得一股巨力传来，手臂微微发麻，不由自主地后退了2步，而那女修也被震得后退了1步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：“你的剑法？”女修看着陈平手中的斩龙剑，
以及刚才那一剑的招式，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。这是剑宗的剑法。陈平心中一动，没想到这女修竟然能认出剑宗的剑法。他想起在三重天的时候，自己确实在已经覆灭的剑宗遗迹中学过几招剑法，刚才情急之下，下意识的就用了出来。我不知道什么剑宗，这剑法是我自己琢磨的。陈平否认道。女修却摇了摇头，眼神更加锐利。不可能，这剑法的精髓和神韵分明就是剑宗的流云剑法。虽然你只使出了皮毛，但我绝不会认错。你到底是谁？是不是剑宗的弟子？陈平沉默不语，他不想承认。毕竟剑宗已经覆灭，而且他也确实不算正式的剑宗弟子。女修见陈平不说话，以为他是默认了，语气缓和了一些。我叫凌雪，也是剑宗弟子。如果你真的是剑宗的人，那我们就是同门，没必要动手。我都说了，我不是剑宗弟子。陈平皱了皱眉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知道你的剑法是从哪里学来的。凌雪紧紧盯着陈平，剑宗在三重天已经覆灭，除了我们这些升上来的弟子，很少有人会剑宗的剑法了。陈平心中了然，看来这凌雪确实是从三重天升上来的剑宗弟子。他想了想，说道，我确实在三重天的一处遗迹中学过几招剑法，但我不知道那就是剑宗。凌雪眼中闪过一丝黯然，原来如此，那处遗迹应该就是我们剑宗的山门了。没想到宗门覆灭后，竟然还有人能学到我们的剑法。他沉默了片刻，看着陈平道，你的剑法天赋很高，虽然境界不高，但对剑法的理解却很深刻。刚才你那一剑看似简单，却蕴含着一种返璞归真的韵味，连我都自愧不如。陈平没想到凌雪会如此评价自己，有些意外。既然你学了我们剑宗的剑法，也算是与剑宗有缘。凌雪话锋一转，我看你似乎对剑圣城不太熟悉，正好我要去见一位长辈，他也是剑宗的人，而且是我们在剑圣城的负责人。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陈平眼神微动，他正想打探消息，跟着凌雪去见剑宗的负责人，或许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，甚至可能知道恶道店的下落。好，陈平点头答应，正好我们刚到剑圣城，也想找个人问问情况。胡麻子在一旁听得云里雾里，见陈平答应了，也没多说什么，跟着两人一起走。走在剑圣城的街道上，陈平看了眼身旁的凌雪，开口问道，你刚才说那个和你比拼剑意的男修叫秦风，来自神剑山庄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过节？凌雪听到秦风的名字，眉头微蹙，语气带着几分不悦。神剑山庄在五重天势力不小，向来以正统剑修自居，总觉得我们剑宗的剑法旁门左道，打心底里瞧不起我们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，尤其是秦风，仗着自己天赋不错，在剑圣城年轻一辈里有些名气，更是处处针对我们这些从三重天升上来的剑宗弟子。这次在城门比拼剑意，也是他先挑衅，说要让我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剑道。我气不过，才跟他较上了劲。陈平了然，难怪刚才两人的剑意碰撞那般激烈，原来是积怨已久。那神剑山庄和你们剑宗，在剑圣城谁的势力更大些？陈平又问。不好说。凌雪摇了摇头，神剑山庄根基深，弟子众多，我们剑宗虽然人少，但老一辈的高手不少，这样论起来，谁也奈何不了谁。不过在年轻一辈里，他们确实比我们活跃些。说话间，两人路过一家剑铺，里面传来叮叮当当的打铁声。凌雪指了指那家铺子，剑圣城的剑修大多会自己淬炼兵器，这里的锻造师手艺都不错，很多人都愿意来这儿定制配件。陈平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铺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剑，寒光闪闪，一看就不是凡品。除了这些，剑圣城还有专门供人切磋的剑台，
每天都有不少人去那儿比试，既能交流剑法，也能长长见识。林雪又介绍道，对了，再过段时间，剑圣城会举办一场剑术大会，到时候五重天不少有名的剑修都会来参加，说不定你也能去看看。陈平点点头，心里对这件圣城又多了几分了解。林雪带着陈平和胡麻子穿过几条街道，来到了一处相对僻静的区域。这里没有了市中心的繁华，多了一些古朴的建筑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草木清香。走到一座看起来很普通的院落前，林雪停下脚步，对陈平和胡麻子道，这里就是我师父住的地方，他老人家脾气有些古怪，你们进去后不要乱说话。说完，他上前敲了敲门。谁啊？一个苍老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。师父，是我，林雪。林雪应道。进来吧。林雪推开门，带着陈平和胡麻子走了进去。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蔬菜，一个穿着粗布麻衣的老头正在菜地里忙活，手里拿着一把锄头，看起来就像个普通的农夫，丝毫没有修饰的气息。师父，我带了2位朋友来见您。林雪恭敬地说道。老头转过身，看了陈平和胡麻子一眼，眼神浑浊，却仿佛能看透人心。他笑了笑，林雪啊，你这丫头，平时除了练剑就是练剑，什么时候也带朋友回来了？林雪脸颊微红，师父，这位是陈平，他也会我们剑宗的剑法。老头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仔细打量起陈平来，哦，会我们剑宗的剑法。小伙子，露2手看看。陈平犹豫了一下，他不想太过张扬，但看这老头的样子，似乎也不是普通人，或许真的能从他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体内灵力运转，斩龙剑再次出现在手中，没有多余的花哨动作，只是简简单单的挥出了一剑。第5247章小喜楼。这一剑平平无奇，却蕴含着一股独特的韵味，仿佛行云流水，自然天成。正是他从剑宗遗迹中学到的流云剑法中的一招。老头原本浑浊的眼睛瞬间变得明亮起来，紧紧盯着陈平的动作，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。好一个流云剑法！老头忍不住赞叹道，虽然只使出了皮毛，但这神韵却把握得恰到好处，比林雪这丫头都强多了。林雪在一旁有些不服气地撇了撇嘴，但也没有反驳，显然对老头的评价很认可。老头放下手中的锄头，走到陈平面前，仔细打量着他。小伙子，你的剑法是从哪里学来的？老实告诉我。陈平知道瞒不过去，便如实说道，我是在3重天的一处遗迹中学到的，不知道那就是剑宗。老头闻言，脸上露出了黯然的神色，那确实是我们剑宗的山门啊。想当年，我们剑宗在3重天也是数1数2的大宗门，没想到竟然落得如此下场。他叹了口气，对陈平和胡麻子道，进屋再说吧。几人走进屋内，房间里陈设简单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。老头给他们倒了杯茶，说道，我叫墨尘，曾经是剑宗的宗主。当年宗门遭遇大难，我带着一部分弟子逃离了3重天，才算保住了一丝血脉。陈平和胡麻子都有些惊讶，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老头竟然是前剑宗宗主。墨尘前辈，您知道恶道殿吗？陈平开门见山问道。墨尘闻言，脸色微微一变，恶道殿？你问他们干嘛？我跟他们有仇，想找他们报仇。陈平沉声道，他们当年参与了灭我朋友胡氏一族的行动，还收走了族人的神魂。胡麻子也激动地说道，墨尘前辈，您一定要帮帮我们，我们一定要救出族人的神魂，为他们报仇。墨尘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，恶道殿在5重天，势力很大，而且行事很辣，专门收集神魂，修炼邪功，很多势力都不愿意招惹他们。你们想要找他们报仇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再难，我们也要试一试。
陈平眼神坚定，只要能找到他们的分店，就算拼了这条命，我也要救出胡氏一族的神魂。墨尘看着陈平坚定的眼神，点了点头。好小子，有骨气。不过恶道店的分店隐藏得很深，而且守卫森严，仅凭你们2人根本不可能进去。那您知道他们的分店在哪里吗？陈平问道。墨尘摇了摇头，我也不知道具体位置。恶道店行事诡秘，他们的分店很少有人知道，只有一些高层才了解情况。陈平有些失望，但也没有放弃。那您知道有谁可能知道恶道店分店的位置吗？墨尘想了想，说道，剑圣城有一个地方叫消息楼，那里专门出售各种消息，只要你出得起价钱，或许能从那里买到恶道店分店的消息。不过消息楼的背后势力很神秘，而且消息的真假也很难分辨，你们要小心。多谢前辈告知。陈平起身道，我们这就去消息楼看看。等等，墨尘叫住了他，小伙子，你的剑法天赋很高，不如加入我们剑宗吧。虽然我们现在人不多，但也能给你提供一些修炼资源，而且有我们在，至少在剑圣城没人敢轻易欺负你。陈平愣了一下，没想到墨尘会邀请他加入剑宗。他想了想，说道，前辈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现在一心只想报仇，恐怕没时间留在剑宗修炼。墨尘闻言捋了捋花白的胡须，脸上笑意不减，眼底却多了几分认真。小伙子，我知道你有顾虑，怕卷入我们剑宗和神剑山庄的纷争，但你身怀剑宗剑法，与我剑宗缘分不浅，我岂能眼睁睁看着你埋没了这身好天赋？他侧身让出院子中央的空地，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柄普通的木剑，剑身斑驳，一看便知用了多年。来吧，只是切磋一二，点到即止。你若能在我手下走过100招，或是送我1招办事，我绝不再提让你加入剑宗的事，立刻放你们走。陈平眉头紧锁，他不想与这位前剑宗宗主为敌，但对方态度坚决，显然没打算轻易放他们离开。他看了眼身旁的胡麻子，见对方也一脸无奈，只能硬着头皮道，前辈晚辈实力低微，恐难入您法眼。无妨，尽力便好。墨尘摆了摆手，木剑随意指向地面，出手吧。陈平深吸一口气，体内灵力运转，斩龙剑嗡鸣一声，金光流转。他知道这一战必无可避，唯有全力以赴。身形一动，剑法施展开来，剑光如潺潺流水，带着连绵不绝的攻势，朝着墨尘席卷而去。墨尘眼神微亮，赞了声好，手中木剑轻挥，看似缓慢，却总能在坚不容发之际挡在斩龙剑之前。叮叮当当的碰撞声不断响起，陈平的剑招虽快，却始终无法突破墨尘的防御。那柄普通的木剑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，时而如老树盘根，稳如泰山；时而如灵蛇出洞，迅捷无比。数十招过后，陈平额头见汗，心中震惊不已。他能感觉到墨尘根本没出全力，每一次格挡都恰到好处，既化解了他的攻势，又没伤到他分毫，仿佛在指点他的剑法一般。前辈，您若是再不出全力，晚辈便认输了。陈平收剑后退，沉声道。墨尘笑了笑，好，那我便让你看看剑宗剑法的真正底蕴。话音刚落，他身形一晃，木剑带着一股磅礴的气势袭来。这一剑看似平平无奇，却让陈平生出避无可避之感，只能横剑抵挡。当一声巨响，陈平只觉一股巨力传来，斩龙剑险些脱手，整个人被震得连连后退，气血翻涌。就在这时，墨尘突然收起了左手，只用右手持剑，淡淡道，我用一只手，你再试试。陈平眼中闪过一丝不服输的倔强，再次提剑上前。他将流云剑法与自己领悟的剑意结合，剑招越发凌厉，金光璀璨。然而即便墨尘只用一只手，
他的剑依旧如同铜墙铁壁，任凭陈平如何攻击，都无法撼动分毫，反而在莫尘看似随意的反击中，屡屡陷入险境。又过了数十招，莫尘木剑一挑，精准地落在斩龙剑的剑脊上。陈平只觉手腕一麻，斩龙剑再也握持不住，脱手飞出，哐当一声插在不远处的菜地里。陈平愣在原地，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双手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拼尽全力，甚至不惜燃烧部分灵力，却连对方一只手都敌不过。这就是顶尖剑修的实力吗？